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又到了分享故事的日子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，正如标题所说，是一位师兄在救下美女后，并拒绝她诱惑，结果妻子梦到师兄福报大涨的故事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我叫莫文通，去年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，让我对戒除邪淫产生了巨大的信心。那是公司竞选副总，我为此做了很多努力。有一天晚上，在单位忙到很晚，开车往家走，经过公园一个没有路灯的路口，听见附近有女人的呼救声。据我判断，一定是遇到了麻烦。虽然我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我也有女儿，如果让我装作没听见，开车过去，我一定会良心不安。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我没有直接下车，而是熄灭车灯，开着车慢慢朝呼喊声靠近。终于看见了假山后边一个女人，已经被两个男子按在地上，正在被他们扇耳光。情急之下，我一边按喇叭，一边迅速打开车灯，晃向他们。毕竟邪不压正，两个男人见有人来就逃跑了。那女人吓得魂不守舍，我示意她上车，然后打算送她回家。她上车后，我才发现她穿得非常少，上身吊带背心，下身是露大腿的短裤。他告诉我他的钱都被抢走了，我劝他说人没事就好，然后把衣服借给他。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，偶尔偷偷看我。到他家楼下，我没有下车，向他要我的衣服，他却没有给我的意思，并且非让我上楼坐坐。我和他说自己救他并不是因为觉得她漂亮，况且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家里等我回家，暗示他我有家室。但他还是说没关系的，他不在乎，他就喜欢有正义感的人。我有点生气，虽然早上和妻子闹了些不愉快，但是妻子从我还是穷小子时就跟着我，我不能对不起她，况且这是做人的底线。此时我决定教训他一下，于是说道，在我赶你走之前想说两句话。第一句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欲望是小，阴德是大。第二句，女人的穿着关乎自己一生的福报，你想过没有？其实刚才那两个人只是想劫财，看见你穿得这么暴露，引起了他们的淫心，所以才会对您不轨。如果我的女儿也像您这么穿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出门的。说完了，请下车吧。到家后，我身心俱疲，升职的事情还没有着落，想到竟然还遇见了这种事，正想瘫倒在沙发上，没想到妻子见我回来，跑过来拥抱我。我非常纳闷，早上吵架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呢，现在怎么状态大改变？原来妻子刚才梦里听见一个声音对她说，叶莫文通不邪淫之善，他的福报远在副总之上。妻子竟梦到我的善事和果报，我实在惊讶之至。后来的事果真如梦中所说，我顺利升为副总，后又被调到最有前景的分公司当总经理。先把自己的真实事迹写下来，其中关乎信仰的部分仅供参考，但所说句句属实，希望人人读后能够戒除邪淫，堂堂正正做个大写的人。听完这位师兄分享的故事，你有何感想呢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类似的故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，当你决定拒绝邪淫的时候，其实在无形之中自然会有福报在岸。我们接着来看少年狄仁杰在面对少妇的勾引时是怎样做的。狄仁杰，唐朝山西太原人，少年时风神俊朗，面貌极美。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，途中寄宿在一家旅社。是晚，当夜阑人静，他正埋首读书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偷偷地进来会见他。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儿，因丈夫刚死不久，难耐孤独，日间见她英俊逼人，所以晚间特来相会。狄仁杰听完她的诉说，又见她想以美色来挑逗魅惑自己，心里不觉愣了一下，随即又心如止水，丝毫不被所动，并且以怜悯的语气极温和地对她说，看见你这妖娇的媚态，使我更加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的话。艳丽的少妇一听狄仁杰的话，很感讶异，于是娇声撅气地盘问他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狄仁杰见他动问，即瞬机开导他说，
我以前借住在一间寺院读书时，曾经有一个老和尚为我看相说，以你的相貌，将来必能大贵，但一生中要特别谨慎，不要因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。我当时就请教他说，美色是人见人爱，极难控制，不知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贪淫欲念呢？那老和尚很慈祥地开示我说，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大凡人之所以会兴起男女淫欲的念头，就是因为贪爱着对方的美貌。如果能试着把那美艳的躯体愿想成忽然生了一场大病，缠绵床地，骨瘦如柴而头发蓬散，眼睛深陷而无神，好像鬼一般可怕。或者运想那美丽的躯体因卧病太久，即将死亡，一阵青一阵白，全身抽搐，变得很丑恶，令人不敢看。更进一步，运想死后时间一久，遍体腐败臭秽，口、鼻、眼、耳都有蛆虫，钻入钻出，啮食骨肉。本来娇艳美丽的躯体，一下子变作骨是骨，肉是肉，被虫啮的骨肉凌乱，不成形。到此地步，相信你必会把那延迟的淫欲念头泼得冷如寒冰，再也提不起兴趣了。我敬佩并遵守着这位老和尚的教诲，不敢稍有违背遗忘。现在看到你来，对于你那娇媚的身材、动人的仪态，起初我也非常的喜爱，差点难以控制，于是即刻忆起了老和尚的教诲，把你当作生命想、将思想、疑思想，顿时把那贪淫的念头熄灭掉，心有如死灰，不再复燃了。我听你之意，本是想为丈夫守节终身，可是因看到我的英俊，所以一时控制不住，才偷偷的来看我，想满足你那淫欲的爱念。如果你能把我也像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，那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？这时那少妇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默然地站着，照那方法想一下，忽然感激地流下眼泪，向狄仁杰跪拜说，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，还指示我熄灭淫欲的极好方法，使我从此以后能做到古井无波，为丈夫守节终身，此后绝不会再有淫欲难抑的困难了。说着一再地向狄仁杰拜谢，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去了。后来这少妇竟能以坚守妇节，受到朝廷的表扬，为天下人所称赞。而狄仁杰则辅助唐朝安邦定国，处处毁淫词，利百姓以德，成为一代名臣，以贤宰相而终。后于唐睿宗时被追封为梁国公。狄仁杰具美色诗云，美色人间至乐春，我淫人妻，妻淫人，若将美色思残躯，遍体屈钻灭色心。此诗即脱胎于不进官。狄良公少年时有此德行，以其后来贤宰相，若佛弟子常作如是官，持戒自能清净矣。另外，古代还有几则拒绝淫欲诱惑后福报大涨的事迹。比如松江地方有个姓曹的人去应试赴考，在旅馆中忽然有一妇人进来要与他共宿，曹大惊，急忙走去别的旅馆借宿，避开他。行至途中，见有一群人提着灯火合道而来，这群人行入一古庙中，击鼓升堂，曹便伏在庙前，听到殿上读出新科榜上的名字。当读至第6名时，官员禀告说，此人近日有失德之行为，已被上天削取科名，现在不知应由何人补上。当中的神说，松江姓曹的书生不因旅馆内知府正气可嘉，就以他的名字补上吧。曹听到后既惊喜，但又半信半疑。后来开榜时，果然是中了第6名。聚色之灵验，有如此者。还有四川人西仲，博览群书之后，在一富家中设馆授学。该妇人家中有一美妾，自是才貌兼优，便往学馆中调戏西仲，却被西仲严正地拒绝了。西仲之妻当晚梦见有神来告诉她，你的丈夫独自一人远处他乡，而能不期暗示，何当科举高中，以彰其善行之报，特地先来告知你。明年西仲在四川的乡试果然考得第1名。由此可知，戒淫是世间莫大的功德，上天必定有厚报。太仓的陆公容貌及体态俊美，
明朝天顺3年往南京应试，旅馆的东主有一女，晚上竟往陆处求与她共宿，陆假装说有病，便与她约于后夜再会。女子走后，陆便作一诗：风清月白夜窗虚，有女来窥笑读书，欲把琴心通一语，10年前已薄相如。次日清早便借故离去，是年秋天便得上榜。在此之前，陆公之父梦见卷首送来旗匾鼓吹，匾上题有月白风清4字，其父还以为是自己将要去世之兆，写了一封遗书给陆公，陆公心更惶恐。后来他考到进士，并做官至参政之职。邪淫的果报惨烈，拒绝邪淫的人有福，望大家慎之戒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